然而龙家鹏却忽然发出杀猪一样的惨叫：“救命啊！杀人了！”接上集，在手术的时候，岳灵就跟王霞商量，给龙家鹏的家里写信，让他们家来人照看。铁柱看自己也插不上嘴，干脆就去看曹旺。看到铁柱，曹旺的眼角立刻湿润了，想说不出，想动不了，只能是痛苦的看着铁柱。没啥的，曹叔，脑淤血不算啥，以后慢慢的做好，恢复训练，你还能像以前一样。已经做了手术的龙家鹏发现腿没了一条，整个下半身都没有知觉，整个人就如溃塌的山脊，心都好似被撕裂成片。小林，我的腿没了，以后我就是个废人了，你可不能抛弃我，不能不管我啊，那样我的生活就不会有任何价值，任何希望了。小林，你跟我来一下。哎呀，我的腿啊，疼死了！小林，我疼，你快过来看看我啊！可能是麻药的劲过了，现在只能是忍着。小林，只要你在我的身边，我就不疼了。要不是看他腿都没了，铁柱真想上去给他一顿胖揍。小林，我找了个内科大夫，让他给你号个脉。我们现在……我要疼死了，我无法呼吸。小林，你帮帮我，快点叫医生来！岳灵看龙家鹏那么痛苦于心不忍，就去喊医生。医生来看过之后，都有些不耐烦。这也没啥呀，呼吸、心跳都很正常，伤口也没有问题，别稍微有点不舒服就喊医生，我们不可能为你自己服务的。你是怎么当医生的？我花了那么多钱在你这医院，你就得为我服务？医生都懒得理他，转身离开病房。小林，我想撒尿。你没听见他要撒尿吗？你去帮帮他呀。铁柱本想拒绝，可是转念一想，正好借这个机会让岳灵离开病房。好啊，小林，你别走，卡在这里我尿不出来，只有你帮我才行。这次岳灵可没有听他的，直接离开了病房。小林，闭嘴，否则我特么把你那条好腿都给打折。从现在开始，要是再让我看到你让小林干这干那的，我特么就让你生不如死。然而龙家鹏却忽然发出杀猪一样的惨叫：“救命啊！杀人了！”喊声惊的整个走廊都能听见。岳灵跟王霞也急忙冲进病房。他都这样了还打他，你还是人吗？铁柱是百口莫辩，也懒得解释，直接离开病房。你要是不回来的话，我就让他打死了。铁柱他是禽兽不如，你怎么能看上这样的人？从现在开始，你还是别离开我的身边吧，我怕他又回来打我。我们不可能一直照看你的，我跟王霞都商量好了，准备给你家拍电报，让你的家人来照看你。把你家的地址告诉我吧。我现在什么都记不起来了，可能是得了脑震荡。你别装蒜了，我看你就是故意想让岳林内疚，你能骗得了岳林，骗不了我们。老实告诉你，今天我们送你来是人情，别指望我们会照看你。岳林，我们走，不用理他。岳林，你可不能不管我啊！我现在可是个残疾人，你要是不管我，那我还不如去死了，我不活了。话也不能这么说，毕竟他也是我们的同学，照看他也是应该的。不如我们今天就留下照看他，明天我们再让别的同学来。岳林，你是不是有毛病？除了你，谁会来照看这家伙？你跟他是什么关系？值得你这么做？如果让别的同学知道，他们会怎么想你？什么关系？她是我女朋友，我为了她摔断腿的，难道不行吗？你快要点脸吧，给你做女朋友，你也不看看你什么德性，本来就是个禽兽，现在还是残废，你有啥脸让岳林做你的女朋友？行了，你们都别吵了。王霞，你要是不想待在这里，就回去吧，我不能把他自己丢在这里。行啊，岳林，你为了他让我走是吧？行，我走，以后你我不再是闺蜜，我不认识你岳林。说完，王霞哭着走出病房。小林，我想喝水，我口渴，给我拿点水来喝吧。你不要去理王霞，她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人，没准你被铁柱羞辱，就是她安排的。你住口，不准你这么说王霞。龙家鹏怕岳林生气离开，也没再说。病房外，王霞在铁柱面前是放声痛哭。你先憋一会，到底咋了？让你哭这样？这里是医院，你别弄得跟杀猪似的。咱俩咋那么贱？为他做了那么多，还不如龙家鹏的一句话。为了那个龙家鹏，他居然让我走，我是他的姐妹呀，他怎么能这么对我？行了，别哭了，那是根本不可能的。小林那么做只是不想留下愧疚，你看他那么对我，我都不生气，你有啥生气的？你咋那么贱？全世界的女人都死光了吗？你非得喜欢他？从现在开始，我不准你再喜欢岳林。我有那么多的女同学，我给你找更好的，咱不稀罕他。这话说的，这咋是贱呢？这叫做爱，叫做包容，你懂个屁！别哭了，我带你去下馆子行了吧？我要吃红烧肘子。吃完饭，铁柱给王霞找了个小旅馆让她休息。铁柱立刻赶回医院，在医院的病房里，岳林的肚子都在咕咕叫，反倒是龙家鹏睡得倒是挺美。饿了吧？我给你买了饭，趁热赶紧吃点吧。俩人随即来到走廊，饭盒都是我新买的，已经用开水消毒，都是干净的。我给你买了红烧肘子，还有个青菜。你现在的身体虚弱，还低血糖，不能饿着肚子的。我还给你买了点巧克力糖，你放在口袋里，如果感觉头晕就吃一个。看着铁柱如此的细心，岳林的心里更加的内疚。我不是故意要那么说你的，你是不是生气了？生啥气啊？我知道你心里是咋想的，你只是不想让自己内疚，所以才留下照看龙家鹏的。有些话不需要说太多，你只要记得，在我这里，我永远都会支持你的任何决定。你别看我，赶紧趁热吃啊！我去给你打点水。就在铁柱起身的一刻，心里早已温暖扩散的岳林一把拽住了铁柱的手。
岳灵强忍着发胀的眼窝，微笑地拉住铁柱的手。值得。接上即岳灵一把拽住了铁柱的手。谢谢你能这么理解我。该说谢谢的是我，因为是你改变了我的人生。赶紧吃饭吧，我去打水。等铁柱打水回来，岳灵早就吃完了。你这饭在哪儿买的？太好吃了吧？是你饿了就觉得好吃，我给王霞在旅馆弄了个房间，你也一块去休息吧，这里我来看着就行。行，那就辛苦你了。就在这时，一个中年人走了过来。周主任，您怎么来了？有实习生受伤腿都截肢了，我能不来看看吗？人现在怎么样？手术很成功，龙家鹏同志正在睡觉。周恒紧皱眉头，直接走进病房。龙家鹏这会正好醒来。龙家鹏同志，实习办对你的遭遇表示慰问，也表示同情。既然已经如此，以后也要用一颗坚强的心来面对生活。这些话，龙家鹏连听都没有听。周主任，我要向您报告，你身后的那个铁柱，在喝多的情况下侮辱了岳林同志，之后还用威逼利诱的手段让岳林不得声张，他糟蹋实习的女大学生，该怎么办？啥？岳林龙家鹏说的是真的吗？岳林的心里也是咯噔一下，不知道该如何回答，只能是沉默地低下了头，仿佛已经默认。我看你是不想活了吧？居然敢这么对一个实习的女大学生，你还是个人吗？居然还敢不知羞耻，肆无忌惮地站在这里，反了你了是吧？然而铁柱没有丝毫的慌乱，直接搂住了岳林的肩膀。岳林是我的女朋友，何来侮辱一说？医生都说龙家鹏有严重的脑震荡，连家里的地址都想不起来，现在就是在胡言乱语，这话你也信？岳林同志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你们真的在处朋友？岳林被推到了一个选择的十字路口，如果说不是，铁柱就彻底的毁了；如果说是，那他也不能去市里工作了。铁柱见岳林是满眼的犹豫跟矛盾，很是坦然的一笑道：小林，没啥的，你心里咋想的就咋说，我跟你说过，无论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会支持你的，没啥了不起的。小林，大胆的说，有周主任给你做主，你还有啥可怕的？岳林看着铁柱那真诚的目光，一幕幕再次浮现在脑海。铁柱做的那一切都在感动着他的心，融化着他的坚决跟憎恨，反而是那个龙家鹏自私自利，无耻至极。想到这里，岳林的眼中升起一股无比坚定的光芒。周主任，铁柱是我的男朋友，我们俩都相处半年了，不管他做什么，都是我自愿的。岳林同志，我一直都以为你是所有实习生中最能遵守规定的人，可却偏偏是你违反规定。当然了，现在是讲究自由恋爱的时代，我不能也无法干预你的想法，但是我有权给你个提醒，这么做你的前途就毁了，希望你还是考虑清楚，别为了所谓的感情，就把大好的前途跟事业给葬送，值得不值得？岳林强忍着发胀的眼窝，微笑地拉住铁柱的手。值得。岳林同志，如果你真的考虑清楚，我也不再多说了。放下这句话，周恒冷着脸走出房间。这一刻，岳林所有的委屈都涌向心头，眼里浸满了痛苦的泪水。铁柱也先不理龙家鹏，拉着岳林来到了走廊之中。小林，你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，你不用管，我一定会让你到市里上班的。周恒跟我爸是老同学，他一定会写信告诉我爸的，到时候我该怎么跟我爸解释？他的脾气很暴躁，没准他都会到上平村去揍你。不怕，老丈人打女婿很正常，就算是天上下刀子，我也要对你好。什么老丈人啊？行啊，一切有我，我先送你去旅馆，一会我再回来。岳林本来还想照看龙家鹏，可是现在他对龙家鹏只有无尽的恨意，便立刻答应了铁柱的提议。1个小时后，铁柱又回到了医院，走进病房。岳林呢？我要见岳林。估计从今往后你都不可能见到岳林了，而且她会嫁给我，跟着我过幸福快乐的生活。我们会一起做饭，一起哄孩子，一起去旅游，手拉手一起去看海，在浪漫的夜空下拥抱亲吻，而你只能坐在轮椅上，像个乞丐一样的等待别人对你的救济，每天忍受着别人对你这个残疾人歧视嘲笑的目光。从此你的生活充满了孤独、寂寞、黑暗以及痛苦。这番话直插进龙家鹏那颗已经是暴风骤雨的心里，更是激起翻江倒海般的痛苦与愤怒。他的眼角都要在仇恨、屈辱以及憎恨下要瞪得开裂了。这就是铁柱要的效果，打他不值得，就诛他的心。你自己在这里养着吧，小林还在旅馆的房间等我呢。扔下这句话，铁柱便头也不回满意的离开。来到走廊，就听见龙家鹏那凄惨的喊叫声。这一切都是他自找的，怨不得任何人。